城楼之上，寒风凛冽，吹得人脸生疼。江南之与嫡姐江滩心都被反手绑着。哟，真是小看了沈世子啊，竟然能够搬来救兵。不过你们想要攻城，那就看你们有没有这个本事了。此等事情与女眷无关，你先把他们给放了。你若不放人，我就杀了你弟弟。大哥，救我！这太子妃绝不能放，我只能放一个沈夫人。这哪位是你的夫人呢？沈彻一愣，看到他犹豫的那一刻，江南之就知道，不管他5年来在侯府中如何劳苦功高，原来都比不上沈彻心头的白月光啊。芝芝啊，你且看吧，阿彻肯定会选我的，毕竟我已经有了阿彻的骨肉啊。哦，差点忘了，你嫁入侯府5年还一直未曾有孕，可惜呀，你永远也不会有自己的孩子了，因为阿彻早就给你下了避子药啊。是你让他做的，是又如何？哼，我阿娘病重还没去世的时候，你阿娘就不要脸地爬上父亲的床榻，从小就没了亲娘，这些都是你跟你阿娘欠我的。那你当年为何劝我嫁给沈彻，还说你一直只把他当兄长看待？因为啊，我要你一直晃在他眼前，他才会不忘记我。芝芝啊，你做了我5年的替身，如今就继续替我去死吧。江南之沉默不语，目光平静如深潭，看着沈彻。那是我夫人。叛军首领举起了手中雪亮惨白的屠刀。江滩心，你听说过一句话吗？什么？死前别说那么多废话。话音刚落，江南之猛然撞向身边的江滩心，与他双双从城楼上坠落下去。可惜沈彻站得太远，不能砸死这个负心汉，多少有一点遗憾。姑娘，你怎么还在睡呀？再晚可就要错过上元灯会了。江南之睁开眼，看着心腹丫鬟穆穗那张小脸上写满焦急，他左右看了看，自己竟然回到了15岁上元节的那一日。前世上元节灯会，嫡姐江滩心将自己的衣裳送给他，他穿着江滩心的衣裳被拥挤的人群给推进湖中。当时路过的沈彻二话不说跳入水中救了他，但也因此江南之不得不嫁入侯府沈家。想起上一世的惨烈，这一世江南之不打算隐藏本性，把江潭心让人送来的衣裳给我烧了。姑娘，您说什么？大姑娘没有给您送衣裳呀。江南之的手猛然一顿，莫非江潭心也回来了？穆穗，给我梳妆打扮，我要去上元节灯会。在看到江南之出来后，江潭心瞬间敛去脸上笑容。让兄长跟长姐久等了，咱们走吧，要不然赶不上热闹了。江承锦点头，扶着2位妹妹先后上了马车。恭喜长姐要成为太子妃了，只是可惜明年上元节咱们姐妹就不能一起出府游玩了。芝芝不用着急，你很快也会嫁人的。不着急，我才刚及笄，还小。兄妹3人下了马车，没过多久就被挤散，毕竟人实在是太多了。江潭心立刻左顾右盼地寻找沈彻的身影，果然看到沈彻站在不远处，一袭白色锦袍，俊逸非凡。江潭心眸光一亮，立刻挤了过来。
在马上就要靠近沈彻的时候，他突然身子一歪，跌入旁边的湖水之中。沈彻毫不犹豫，立刻纵身一跃，跳下去救人。所有人的目光都被引了过去。江南之悄然来到一女子身边，趁人不备，撩起裙摆就是一脚。扑通一声，这女子也落了水。被江南之踹下去的人名叫白锦和，是侯府沈家老太太的娘家孙女。沈彻，一个是你的白月光，一个是你青梅竹马的表妹，他们同时落水，我看你会救谁？这一次你们就自己去狗咬狗吧。他拽着愣住的穆穗，转身就没入人群之中。姑娘，咱们这是要去哪里啊？自然是要去看花灯了。可是大姑娘那边……我们被挤散了，什么都不知道。走。不远处的游船2楼，两人迎风而立，看着这边。殿下，那江大姑娘落水，被沈世子给救了。这婚事……婚事不会有影响。哎呀，殿下果然非同凡响，为了将来大业，甚至都不在乎戴绿帽子呀。这厢江南之带着穆穗游玩了好一会儿，满意而归。三姑娘，您总算是回来了，好像出事了。现在主子们都在老夫人的安祠堂那儿，让您回来了就赶紧过去。江南之淡定点头。祖母，我落水被阿彻救起一事人尽皆知，也是高攀不起太子了。可是圣旨已下，也不能抗旨不遵啊，不如就让芝芝去替嫁吧。欣欣啊，那毕竟是太子妃之位，是未来的皇后啊，你就这样拱手让给别人吗？母亲，您不能这样说，芝芝也是您的孙女啊。芝芝是我亲妹妹，她能够去东宫享福，我比任何人都要高兴的。哼，还享福？那太子中看不中用，有隐疾，还成天念经。等江南之去了东宫啊，就要守5年活寡了。更不要说许多人都盯着太子之位，盯着东宫，危险极了。5年后还要面对叛军攻城。哼，不，我才不会让江南之活这么久的。等替嫁成功后，一定要让江南之在东宫过得生不如死，以报上一世害死我的仇。祖母，你们在说什么呢？再说让你替嫁给太子的事情。芝芝，你还不快谢谢你长姐，她这可是把泼天的富贵让给你了。怎么就变成我要谢谢长姐？难道不是她无法嫁给太子了，要求我替她吗？芝芝，你这话是什么意思？难不成以为我是故意不想嫁给太子殿下吗？如若不是意外落水，这等好事怎么会轮到你呢？既然是好事，那姐姐还是该自己留着。兴许太子殿下心胸宽厚，并不嫌弃姐姐与外男拉拉扯扯一事呢。你行了，欣欣落水这件事虽是意外，但也是我们江家理亏。明日静清与我进宫，去给太子殿下赔不是，看看太子殿下打算如何。天色已晚，众人纷纷从老太太的安祠堂散去。你是不是也回来了？江南之的脸上露出恰如其分的迷惑。啊，长姐，什么也回来了？刚才在街上人太多了，我被人群挤开，好不容易才找到江府的马车，这才回府呢。那你方才在堂屋里是什么意思？不想替我嫁过去吗？这不是我想不想啊，而是要看太子殿下他愿不愿意换人。那倘若太子殿下同意你来替嫁呢？若真是如此，为了江家，我自然是会去替嫁的。
过了几天，换新娘之事却有了结果。太子殿下竟然同意了。芝芝啊，换我来恭喜你啊！你马上就要成为太子妃了。哦，看来太子殿下也不想戴这个绿帽子啊。芝芝，不管如何，这个绝好姻缘是我让给你的，你得感恩我一辈子。不是啊，是我替你救了江家，长姐，你应该感谢我才是。长姐，沈家上门提亲了吗？自然是得等我解决了东宫的事情，沈家才好提亲，不然那多不像话呀！阿彻又不能跟太子殿下抢人。沈彻怎么不敢了？上一世他不只跟太子殿下抢媳妇儿，甚至还绿了太子。这一世嘛，倒要看看顺利结为夫妻的你们，感情还会不会这么深？毕竟男人都是有劣根性的，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不是吗？很快就到了江潭心出嫁这一天。虽然是平妻，但各种仪式都是按照侯府迎娶正妻的规制。江南枝站在人群中，看着身着火红喜袍的沈彻与江潭心手中牵着红绸往外走。下一刻，江南枝却发现一身喜袍的沈彻竟然眼神复杂地看向他。接亲队伍走远了，锣鼓喧天，热闹非凡。江南枝转过身，也开始准备自己的婚事。光阴荏苒，3月初9转瞬就到。芝芝啊，明天你可就要成为太子妃了，紧张吗？长姐在嫁给大姐夫的前一天晚上也紧张吗？江潭心笑得甜蜜。紧张什么呀？你不知道你大姐夫有多好，他有多体贴我，心疼我。洞房花烛夜的时候，他特别温柔。长姐，那位白姑娘好相处吗？一招毙命。江潭心瞬间就变了脸色。跟那白锦和一起做了阿彻平妻这件事，一直让他寝食难安。长姐，你怎么不说话了？莫非那个白姑娘欺负你了？哼，她敢欺负我，她也配。在阿彻心中，我是最重要的。当初娶了白锦和做平妻，是无奈之举罢了。而且阿彻可是每天晚上都宿在我房里。芝芝，用不了多久，你就要当小姨了呢。是吗？哦，对了，长姐，这桂花茶呀，特别的香甜，是东宫送来的，你尝尝。太子看起来很看重芝芝啊，这是好事啊，明日就要大婚了，你该很高兴吧？上一世，江潭心跟太子殿下大婚当日，病弱的太子突然昏倒，仪式当场中断，新嫁娘被仓促狼狈送进东宫新房之中。江潭心气得差点发疯。这一世这些折辱，都要你江南枝来受了。是啊，我很高兴。哦，对了，既然长姐喜欢这茶，回头我命人给你送去一些。这一世，你们也休想有自己的子嗣了呀。太子殿下怎么还没有晕倒？虽然太子殿下没晕倒，不过全程都可以听到他那断断续续的咳嗽声，听得江南枝心惊肉跳。等到俩人进入洞房后，那咳嗽声更加剧烈。江南枝差点没忍住，伸手要去把这红盖头给掀了。太子妃，这个红盖头得姑来接。江南枝听后停住动作，乖顺坐在榻边。等到蒙着的红盖头被掀起来后，这才看清楚眼前的男人。姑知你本不想嫁入东宫，可如今你已成了太子妃，就要守好本分。我愿意嫁入东宫。那便更好。姑礼佛，娶妻是为了给父皇母后一个交代，但却不能与你做真正夫妻。
姑只能给你一个太子妃的身份。你可明白？殿下愿给我太子妃之位就足够了。荣思景看了看他，明明年纪不大，但眼神里却有一种历经千帆的沉稳淡定，实属稀奇。即便如此，他还是丢下一句太子妃早些歇息，转身被内监扶着走了出去。如今最重要的是5年后的叛军之乱，不过得等他跟太子殿下更熟悉一些才能提醒。只要对方不是太蠢笨，到时候兵变之前想办法保全自己，应该不是难事。心情大好的江南枝吃饱喝足，沐浴更衣后，就躺在了红色蜀锦铺就的紫檀拔步床上，早早歇着了。太子妃娘娘，殿下身体有恙，今日就让您自己进宫去给帝后敬茶请安了。好。这也欺人太甚了吧！东方花烛夜冷遇，这如今要去给帝后请安，不应该夫妻俩一起去的吗？等到了坤宁宫，帝后已经坐在那儿说着话。敬了茶，皇帝有政务就先离开了。本宫知道昨夜太子没有进你的房，真是苦了你了。儿媳并不辛苦，女子嫁了人，自然是想要有一个自己的子嗣傍身，只是太子那边的情况实在是特殊。江南枝一脸乖巧，不乱说话。反正是太子不行，又不是他不行。太子妃，你给本宫生个皇孙吧。江南枝顿时愣住了，这要他怎么生？本宫问过太医了，虽然太子身子弱，但对子嗣并无碍，可以行房，只是须得你主动些。即使江南枝两世为人，也被左皇后这虎狼之词给惊到了。每次一想到太子的病啊，本宫就寝食难安。如今看他好不容易松了口，愿意成亲，可万一哪天他没挺过去，撒手人寰了，到那时候这天下岂不是要大乱啊？所以太子妃，你一定会帮本宫的，对吗？母后，可是我……母后懂，你年纪小，脸皮薄，不太懂如何主动。等回头啊，本宫让人送一些书籍画册给你，或者是找人去教导你也行啊。只给书籍画册就行了。左皇后也是没有法子了，只能死马当活马医。又说了一会儿话，江南枝就带着左皇后的赏赐退下了。太子妃娘娘何时给我跟岑姐姐册封？这件事本宫做不得主，稍后会去请示太子。娘娘，如今您入主东宫，那以后每天我们几个都过来给您请安吧。既然如此，那就按照你说的来吧。这个妻妾见面大会在一派看似祥和的气氛中结束了。去把冷嬷嬷请来。是。不一会儿，冷嬷嬷就过来了。她好像知道江南枝要看东宫的账目似的，主动让人带来了一箱子的账本。之前东宫没有女主人，太子殿下身子又弱，信任老身，就给老身处理了。如今娘娘入住东宫，这些账目跟库房钥匙都是自然要交给娘娘来管着。虽然太子殿下信任我，但我有不懂的地方，可能还会要劳烦冷嬷嬷。说不上劳烦，这些都是奴婢该做的。冷嬷嬷，那4位选侍都伺候过殿下了吗？没有。江南枝点了点头，却也不再继续问。冷嬷嬷扶了扶身，这才离开。殿下，陛下寿辰将至，估计各地藩王会趁机生事。荣思景没有说话。冷嬷嬷就是这个时候敲门进来的。
殿下，奴婢按照您的吩咐，将府中的1/3庶务都交给了太子妃娘娘。只不过，这1/3也是很多，不知道太子妃娘娘能否胜任。不用理会，倘若他出了差错，你伸把手就是了。殿下，太子妃娘娘还问奴婢，那4位选侍是否都伺候过您？他问这件事做什么？奴婢不知道太子妃娘娘是什么意思。奴婢如实回答后，太子妃也没有说什么。太子妃娘娘肯定是吃醋了，内宅之中都是如此。荣思景却并不认为那个看着乖巧懂事，实际上却表里不一的小妻子会真的爱慕自己。妾身见过太子殿下。我们上车吧。江南之上来后，就坐在了太子的身侧。太子妃，在东宫的生活还习惯吧？习惯的，多谢太子殿下挂念。后院事务等事情，倘若有不熟悉的，可以问冷嬷嬷。是。看起来，江望真是把这个孙女培养的朝皇后之位去了。太子的出行依仗很大，前呼后拥，马车更是平稳万分。江南之扭头看了一下，发现案几上放着的茶碗中的水都纹丝不动，真是颠簸不了一点啊！如此的话，该找什么机会才能够顺理成章地扑入太子怀中，造成意外亲密的接触呢？等到外边内监高唱太子驾到的时候，江南之就知道，今日好不容易跟太子单独相处的机会还是给错过了。要不等回东宫后，去看一看左皇后送的一匣子书籍跟画册，学习一番。快去喊老爷大爷他们，说太子殿下来了。是。看着跑得飞快的小厮，林氏心中忍不住对前一步回府的大姑娘江檀心怨怼。那丫头口口声声说今日肯定是芝芝自己回门，所以江家其他人就都没有出来等芝芝。而这边荣思景先下了马车，看到略显空荡的大门口，他微微蹙眉。就在这个时候，江南之也从马车上走下来，他突然崴了一下脚，直接朝荣思景撞了过去。而江南之发现自己在撞到荣思景的瞬间，他伸出双手，十分有力地扶了他的腰肢一下，掌心隔着衣料都十分烫得慌。不过下一刻，那双大手却又好像是没力气了一般，瞬间卸去。俩人直接摔作一团，裙摆衣袂都纠缠到了一起去。林氏跟众人连忙扶起俩人。殿下，都怪妾身刚才崴了一下脚，你没事吧？无事。太子妃不用挂怀。恰好这个时候江相走了出来，他赶紧带着儿子孙子将太子殿下迎到前院堂屋中去。最后在太子殿下的咳嗽声中，这场回门宴结束了。坐上马车离开之前，江南之掀起帘子看了看满眼担忧的阿娘，他微微蹙眉，自己还没有办法，该查出当年阿娘的事情是不是有人刻意为之，而且已经过了10几年，怕是更难查。就在这个时候，耳边又传来了太子殿下惊天动地的咳嗽声。殿下，你没事吧？怎么今日回门，太子妃好像不太高兴啊？没有，今日妾身十分高兴，而且还很惊喜，太子殿下会愿意陪妾身一起回门。回门本就是夫妇俩一起的。我担心你身子太弱，直接在江家绝过去了。江家是不是只有你母亲待你好啊？其实
当初我阿娘本不想嫁给我父亲做继室的，可是……他说不下去了，微微哽咽。抱歉，殿下，妾身不该跟您说这些的。没事。虽然这样说，但荣思景也没有追问那后半句的可是是什么。江南枝攥着帕子，也没有再开口。马车中又安静了下来，只是偶尔会传来荣思景的咳嗽声。等回了东宫，荣思景自然又是去了佛堂，而江南枝独自一人回到寝宫。他想起来今日在江府门口自己那故意的一跌了，难道太子会武功？也不知道刚才在马车上他故意那般说太子殿下会不会帮忙去查当年的事。此时佛堂里面的内侍荣思景已经脱下外袍，在小太监的伺候下沐浴更衣。殿下，西南藩王荣不封的义女荣华已经化名，跟着林将军林宇回京了。他们竟选中了林家？目前看起来的确是的，不确定林家在得知那女子的身份后，是否会帮助西南藩王。那女子应该会在林家潜伏一阵子。不过，据属下所知，林与林将军家中已有发妻。让人去盯着林家，另外去查一下当年江应清为何娶那林氏做继室。是。启禀娘娘，殿下明日要去皇家温泉疗养行宫去，会离开10余天。那温泉行宫距离京城远吗？说来惭愧，长这么大，本宫还没有泡过温泉呢。温泉行宫距离京城不远，1日车程就可以抵达。那边温泉的确不错，还有一些有药用作用。白芷说完后就拱手离开了。这边白芷回去禀告荣思景的时候，也同时把江南枝那句长这么大没泡过温泉的话给说了。你去问问太子妃，明日是否愿意同去？愿意去就提前把东西收拾好。是，殿下。白芷去江南枝那传话的时候，江南枝听闻可以去后，脸上露出十分欣喜的表情。除了本宫以外，这次还有哪位选侍同行啊？回娘娘，殿下的饮食一向是白选侍负责的。江南枝懂了，那位白选侍可是左皇后的心腹，更是眼前这位白总管的义妹。看来之前去温泉行宫也是那位选侍同行了。晚上沐浴更衣后，江南枝还是从之前左皇后给的箱子中随便拿了2本画册出来。画册上面都是各种2个小人互动的小图，旁边还会有一些对话，十分露骨。谁家好婆婆会给儿媳这等东西啊？不过也足以见得，太子殿下的身子真的坚持不了多久了吧？袅袅水汽弥漫着的温泉之中，荣思景只着一层银白色中衣浸泡在其中。他微微闭着眼，想着这段时间朝堂上的事情。突然就听到了哗啦啦的水声。荣思景不悦地睁开眼，刚要责备闯进来的工人，结果却看到了他家小太子妃，只穿着轻薄的罗裙，长发用一根玉雕簪子轻挽着，提裙走进温泉池中，迷茫地左顾右盼。他好像还没有发现他。那本就轻薄的纱裙被水浸泡后都贴在了身上，婀娜尽现。啊，原来泡温泉是这么舒服啊！哼，果然还是很孩子气，没有泡过温泉就这般天真浪漫。想着那丫头自己泡好后就会主动离开，荣思景最终还是没有出声，打算先由着她去好了。非礼勿视，俩人应该可以相安无事吧。约莫过了半个时辰，江南枝才站了起来，打算踩着台阶离开。突然眼前一黑，发出一声惊叫，一头栽入了水中。
荣思景本来心都静了下来，结果听到那声惊呼，他立刻冲了过来，连忙把太子妃从水中捞了出来。小太子妃双眼紧闭，唇角泛白，睫毛轻颤，很显然是受到了惊吓。强大的求生欲让他紧紧地抱住了荣思景。两人本来就都只穿一件薄如蝉翼的中衣，又都进了水，如今这般紧紧贴在一起，更是能够清晰真切地感受到彼此。江南之感受到那强势的存在后，他终于相信左皇后诚不欺他。他迷茫地睁开眼，在看清楚眼前的人后，猛然瞪大了美目。太子殿下，您怎么会在琳琅池啊？这里是龙玄池。江南之一脸懵的模样，好像不知道自己怎么会走错了。不过下一刻，他后知后觉地发现自己被太子抱着，连忙用力地推开了他。结果没推动。江南之抬起头，正好跟太子殿下四目相对。下一刻，他眼睁睁地看着太子殿下突然朝后边仰了过去，随后身体落入池子中，飞溅起巨大水花。江南之已经快速地把太子殿下扶了起来。殿下，您没事吧？您快说说话呀，您别吓唬妾身。殿下。太子双眼紧闭，一言不发。结果荣思景闭着眼，突然发现一双柔软的唇贴在了他的嘴角上，而他整个人几乎被那樱唇的主人给圈到怀中，全方位地感受各种柔软。荣思景突然装昏装得十分辛苦，心中涌起一股子戾气，打算将此时不成体统的小太子妃给揉进怀中，吃入腹中，然后再……他装不下去了。你在做什么？殿下，你醒了。妾身刚才见您溺水了，听说可以渡气让人醒过来，妾身就试了试。殿下，您果然就醒了。你快些上去，把衣裳穿妥帖了。殿下，您还要继续泡一会儿吗？可是您的手指上都起皱了。不要再泡一会儿，你穿好衣裳出去，让白芷姐来伺候。是。江南之突然低头，看着自己身上的模样，突然呀了一声，耳根瞬间变红。他转身就上了台阶，赶紧去屏风那边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江南之临走的时候，甚至都忘记跟荣思景禀告一声了，可见十分惊慌。荣思景黑漆漆的眸子看着落跑的小太子妃十分狼狈的背影，他这到底是本性率真，还是被姜望教得太聪慧，心机颇深，打算欲拒还迎呢？江南之一路惊慌地跑回了自己的住处，他已经换上干爽中衣，躺在榻上，从枕头底下摸出了那小画册来。扑倒太子这件事最不容易的地方就是，这是以下犯上。所以江南之打算温水煮青蛙，第一件事就是要让太子殿下慢慢习惯他的碰触，还有今日一起用膳，也在潜移默化地让太子殿下熟悉自己的存在。这样，等到那个绝顶机会到来的瞬间，他才能够一蹴而就，一招必中。皇家温泉行宫，江南之泡着温泉，有一些昏昏欲睡，突然听到了一连串踉跄杂乱的脚步声。江南之一惊，刚想要去屏风那把衣袍拿来披上，结果一个人就这样直接闯了进来。江南之跟双眼猩红的荣思景四目相对，俩人都有瞬间的沉默。不过很显然，荣思景的状态不容得他继续沉默下去，
他一脚迈进温泉池中，在江南枝来不及反应的瞬间，竟然直接把上面的衣服都剥了。太子，嘘，太子妃，帮宫一个忙可好啊？啊，殿下要我做什么？继续泡澡，假装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更没有见到过。江南枝漂亮的杏眸微愣怔，就这，他还以为看着太子殿下面红耳赤的模样，想要让他手动帮一些小忙。可还不等江南枝再开口，荣思景竟然一头扎进了水池之中。要不要提醒太子殿下，这次泡温泉可是什么都没有穿。白雪氏，太子妃娘娘在里面泡温泉，您不可以闯进去。我看到太子殿下进去了，他好像是喝多了酒，身子不适，我得给太子殿下送醒酒汤。可是里面的确只有我家娘娘自己，太子殿下没有来啊。我看到殿下进去了，怎么你一直拦着？莫非里面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他用力将木穗推倒在地，快步走了进去。白选氏，你不是有自己的池子吗？怎么跑到本宫这里了？娘娘，太子殿下喝醉了酒，妾室看到他来到了这里，给他送一杯醒酒汤来。江南枝神情微顿，突然脚心痒了一下，他忍不住发出一声闷哼，差点没控制住把水中某个正挠自己脚心的太子给一脚踹开。谁家好太子挠别人脚心啊？哼，白选氏，你该不会是故意来嘲弄本宫吧？太子殿下怎么会来这儿呢？当初我们大婚的洞房花烛夜他都没来，你说他会来这里，到底是什么意思啊？白选氏，你好大的胆子！到底是谁让你来讽刺本宫的？还有，方才你说的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如此诽谤本宫，你是活腻歪了吗？娘娘，妾不是这个意思。你还记得你是妾啊？就算是你之前出自坤宁宫，信不信本宫也敢打你的板子？是妾看错了，妾这就走，不再打扰娘娘泡池子了。算了，今日本宫心情好，你跪安吧。是。这女人竟然都胆子大到给太子殿下用药，怎么被呵斥2句就被吓到这般模样，真是没用。江南枝突然后知后觉，太子殿下在水中也憋了太长时间了，可别憋死了。赶紧伸手去把人给捞了出来。不出意外的，浑身湿漉漉的太子殿下高挺的鼻梁下面正流着鼻血。太子，荣思景眼睛猩红，却突然猛然一把推开了他，转过身就要往外走。可刚走几步就发现了自己身体的异常，身子一僵。娘娘，有奴婢进去伺候您吗？不用了，把门口守好，不许任何人进来。再有敢扰乱本宫泡池子雅兴的，直接去打板子。是。门外终于静了下来。江南枝发现太子殿下竟然背对着他，盘膝而坐在池子边，双手合十，口中念念有词。哼，这是打算用念经把那股邪火给压制下去。这么好的机会，如果不趁机做点什么，那可就太蠢了。毕竟唐僧肉都送到嘴边了，不是吗？可就在他刚从池子里走出来，发出哗啦啦水声的时候，不许动！殿下，臣妾在池子里泡太长时间，手指都起褶皱了。荣思景一噎，没有再说话。江南枝赶紧走到屏风旁，拿起自己的衣裳。虽然背对着他，但荣思景几乎可以想象得到他是如何惊慌的手忙脚乱穿衣裳，让华丽的衣袍慢慢地覆盖上了那雪白的肌肤。他轻咬舌尖，
也不知道白选氏是从哪里弄来了这种药，竟然如此蛮横。不过看样子是不能留他了。但是看在对方跟着自己多年的份上，荣思景倒也没有起杀心。回头找一个由头，将人打发回坤宁宫好了。什么由头呢？就说他对太子妃不敬吧。就在荣思景心中闪过这个念头的时候，一只白嫩的小手突然探了过来，轻抚上了他滚烫的脸颊。殿下，你的脸好烫啊，真的没事吗？荣思景闭上眼，身体愈发热。姑没事，你出去。殿下，您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啊？需不需要臣妾去喊白总管过来，或者直接喊神医过来给您瞧瞧？他猛然睁开眼，整个人看起来攻击性很强，十分危险。守好门，让人去喊洛神医过来。江南之没想到这人还真能忍，他为了不破坏自己在荣思景心中的形象，赶紧点了点头，转身就跑，好像是被野狼追撵的小兔子一样，慌不择路。荣思景都没发现自己会一直追随着那抹倩影，一直到消失不见。都这样了还不扑倒，到底是太子殿下真不行，还是白选氏给的药不行啊？此时东宫中正在用膳的江南之好奇地看着眼前的太子，谁能告诉他太子为什么主动来他院子里面用晚膳？都退下吧。孤男寡女的时候，就连烛光都会旖旎一些。江南之坐在那儿，面不改色。我身上最大的秘密就是重生，但太子肯定没有发觉。就算是发觉了，不过正常人谁会想到这种匪夷所思的事呢？所以定还有旁的事。莫非是太子又想开了，想要给自己留个后？姜望那个老好人首府到底是怎么培养出来这样的孙女来的？太子妃不问姑有什么事吗？不管是什么事情，只要是太子吩咐，臣妾就会照做的。那日在温泉行宫的事情，姑希望太子妃彻底忘记。温泉行宫能有什么事啊？不就是泡温泉吗？殿下，臣妾很喜欢那里的温泉池子，下次您还带臣妾去可好？可以。对了，前不久姑的人偶然间得知一件事，当年在宫宴上弄脏了林妙婉罗裙的宫女，有一个长相一模一样的双生妹妹，如今已经嫁人了，这是她的住址。荣思景将一张纸条放在桌子上，起身往外走。马上要走出门的时候，他停下来开口道：对了，母后明日可能会找你进宫赏花。多谢殿下提醒，殿下晚上早点歇息。荣思景捏着佛珠走了出去后，刚转过身，就看到小太子妃已经快速地转过身，奔向桌子，拿起了那张纸条。他嘴角微扬，心情莫名有一些好。等到第二日天刚刚亮，花昭就换了常服出了东宫去查那个宫女了。等到江南之刚用过早膳，坤宁宫果然来人，说是皇后娘娘邀太子妃进宫赏荷。本宫给你的那些书，你可都曾看了？江南之做出害羞的表情，微微颔首，露出了白皙的脖颈。哎，你这样害羞也不行啊，本宫不是说过须得你主动吗？母后，儿臣主动了。那天儿臣是跟太子爷一起泡的温泉。然后呢？就没有然后了。辛苦太子妃了。对了，我听说你小名叫芝芝，那以后本宫也喊你芝芝可好啊？以后啊，要劳烦你多多照顾太子了。儿臣自当尽心尽力，不负母后嘱托。左皇后满意的点了点头，
还热情地留了江南枝在坤宁宫用午膳，赏赐了许多首饰头面，才让他离开。娘娘，奴婢查清楚了，那个住在青石巷的女人叫飞云，她是25岁后从宫中放出来的，如今育有一个6岁大的女儿，叫鸾儿。江南枝眯了眯眼，这个飞云可能已经不是飞云了。也就是说，姐妹俩死了一个，另外一个就顶替她的身份继续活了下去。而当年在宴会上，就是一个对他母亲林妙婉动了手，然后另外一个打掩护，因为其中一个后来死了，更是死无对证。这也是为什么当年林家人查了却没有结果的缘故。这个飞云的夫君是干什么的？飞云没有夫君，周围邻居口风也都紧，只有一个上了年纪的阿婆说这个飞云应该是做了某个大官的外室，奴婢就让丁一在那附近守着，看能不能蹲到是哪位大人。娘娘，这件事太子知道吧？奴婢是不是做错了什么？那个飞云的住处就是太子给我的。现在他人在东宫，想要做什么事情自然是瞒不过太子的耳目。反正他现在是太子这一伙的，做的事情也不会影响到太子的利益，所以他们才能够相安无事。甚至江南枝甚至隐隐地感觉到太子殿下在有意无意地纵容着他。眼下这个相处模式他很是满意。接下来就要查出来那个飞云到底是谁的外室就行了。娘娘，华选师非说他养的猫跑了进来，他就直接闯进了您的寝宫，然后发现了那一箱子东西。奴婢拦不住他呀，都是奴婢的错，还请娘娘责罚。现在华选师人呢？回娘娘，华选师带人把那一箱子东西搬走了，说是去找太子殿下告您的状去了。江南枝一听是这样，反而松了一口气。他其实巴不得太子看到那一箱子的东西呢，能够给他开个蒙，也算是那华选师立功了。太子殿下，太子妃的寝宫竟然出现了一大箱子的污秽之物，这件事您可要管一管呀。荣思景听后也有点震惊，他家那小太子妃竟然有这等爱好。正想着，就听到宫人禀告说太子妃娘娘来了。让太子妃进来。臣妾见过殿下。太子妃来的可真是快，你来了正好，解释解释这箱子东西吧。啪的一声，在这空寂的佛堂上十分响亮，也同时把所有人都给镇住了。你凭什么打我？本宫是太子妃，管教你一个选侍，这不是理所应当的吗？这次你闯入本宫寝宫，殴打本宫的宫人，看在华老将军的面子上，念及你是初犯，只打一个耳光警示。但是你的宫人们不能轻饶。他的话音刚落，那边华选侍带来的几个宫人立刻都跪了下来求饶。娘娘饶命！娘娘饶命！选侍，救奴婢啊！奴婢啊！华选侍急得不行，他转过头想要去求助太子，结果却发现太子竟然盘膝坐了回去，拈着佛珠，一副置身事外的模样。白总管，宫人不守规矩，以下犯上，该如何处理？杖20，迁到浣衣局做粗使宫人。那就按照白总管说的来吧。白只知道殿下没有开口，就是默许的意思，立刻点头，让人把那6个宫人带走了。太子妃，这些东西你就不解释解释吗？要解释什么？你用这些污秽之物，有秽乱宫闱之嫌。荣思景也抬起头，好奇地看着小太子妃，想要看看他到底打算如何自圆其说。箱子里的东西，本宫待会儿自会跟太子解释。倒是你华选侍，
是如何准确地找到这箱子东西的。我的猫，猫可不认识字，猫也不能开箱子。所以华选是还没有反应过来吗？有没有被谁给借刀杀人了？华选氏顿时愣在了那儿，想到了什么，表情慢慢变得犹疑。他好心点醒华选氏，然后就又对荣思景扶了扶身。殿下，可否让其他人等都下去？臣妾单独跟您解释这一箱子的东西。荣思景点头，挥手让所有人都下去了。江南枝走到箱子跟前，翻开盖子，随手取了一本，走到荣思景跟前，双手奉上。殿下，您看一看。荣思景目光中闪过2个交叠在一起的小人儿，就别过头去。你不必让姑看。可是殿下不拿近了看，怎会闻到上面的槐花熏香呢？荣思景还是接过了那画册子，放在鼻翼边闻了闻，的确是槐花熏香。他俊脸一沉，就是咱们大婚第2日，臣妾一个人去给皇后娘娘跟皇帝陛下敬茶，皇后娘娘私下里就给了臣妾这么一箱子的东西。这件事儿姑知道了，听说母后让你准备中秋宫宴，接下来要很忙，你去忙碌吧。是。殿下，那这一箱子东西，臣妾能不能带回去了？你还要带回去啊？毕竟是皇后娘娘赏的，万一她以后问起来，那臣妾总不能说东西被您给没收了吧？东西留下，这件事儿姑会跟母后去说。那好吧。那个贱人，他凭什么先生下阿彻的儿子？上一世的白锦和并没有成为阿彻的平妻，只是表小姐的身份客居在广平侯府。那白锦和甚至都不是阿彻的女人，更没有怀上过他的孩子。为什么不一样了？为什么呀？还有办法，我可以去找江南枝。打定主意后，江滩心立刻就命人送了拜帖去东宫。长姐怎么突然想起要见本宫了？是有什么事吗？咱们姐妹俩一直感情很好，这么久不见了，自然是想你想得紧了。啊，原来如此，还以为长姐在广平侯府多了好几个妹妹，就不在乎本宫这个亲妹妹了。芝芝啊，你可是我唯一的嫡亲妹妹，任凭谁也无法越过你去啊。啊，是吗？长姐对本宫如此关怀，倒是本宫这个做妹妹的不够关心长姐了。江南枝抬手喝了一口茶，笑容璀璨。听闻侯府那位白氏有孕了，如今侯府应该是长姐当家吧？木穗，去库房拿一些燕窝补品，等长姐走的时候带上。是。芝芝啊，听说你前段时间陪着母亲去了林家。那是本宫的外祖家，回去有什么问题吗？没有问题，就是你也知道阿彻年轻有为，如今正好在林宇手下做金吾卫，只要你跟林宇开个口，他肯定会给你这个面子的。开什么口？就是让林将军帮忙提拔阿彻呀。芝芝，阿彻怎么说也是你的姐夫，他好了以后广平侯府就会好，以后广平侯府也是你的助力呀。这等胡话，长姐以后还是不要说了，咱们可都是后宅之人，不要掺和朝堂之事。这不是朝堂之事，阿彻是你姐夫呀，这是家务事。芝芝，你就当帮帮长姐不行吗？倘若你帮我这个忙，我就会告诉你东宫后院那4个女人的弱点。江南枝感觉好笑，明明上一世江潭心就被那4个女人都欺负得不行，这一世还假装来指导自己。长姐，你别这样，本宫跟华选氏他们几个相处的都很好的。
芝芝啊，难道你忘了吗？你能够做这个太子妃，当初都是多亏了我。江南之面不改色，因为他透过窗棂看到了一抹明黄色，也就是说太子殿下正带人走到了门口。不出意外的话，可以将江潭心的话听得正着。长姐，我不会掺和任何政事。倘若沈世子足够优秀，那他就不用那些旁门左道做什么，仕途也会青云直上。倘若你今日就是来说这件事的，那请回吧。江南之，你真以为自己做了太子妃就高我一等了吗？当初如果不是我让你替嫁，你能够有机会坐在这里吗？你实在是太忘恩负义了。所以说，江家大姑娘这是后悔了。臣妇见过太子殿下。荣思景却从他眼前直接越过，来到了江南之的身边。他看到小姑娘微抿嘴角，眼眶红红的，一看就是被人给欺负了。荣思景的眸光沉了下来。江大姑娘，姑问你话，你是不是后悔嫁给那沈彻了？臣妇不知道殿下为何会这样问。臣妇跟沈世子夫妻感情一直很好，根本没有后悔这一说。不管你有没有后悔，姑倒是感谢你的悔婚，这样芝芝才能够嫁给姑，姑很是心悦芝芝。这话可真是杀人诛心呢。江潭心极恨地用指甲抠住了地毯，而江南之也有一些受宠若惊地看着荣思景。刚才江南之故意让太子听到江潭心说的那些话，是希望太子会厌恶江潭心，但没想到竟然还有意外惊喜，太子殿下竟会护着自己。江南之心中欣慰，想着或许用不了多久，他就可以提醒太子5年后叛军乱党之事了。想到这里，他回握着太子的大手，眼神璀璨，明亮如星子。荣思景眉角微挑，他家小太子妃实在是太懂顺杆爬了，该不会误会什么了吧？时日不早了，臣妇告退。对了，长姐，你回广平侯府的时候，记得把那些补品给白氏带上。好。等江潭心离开后，这边荣思景已经自若地收回了手。你做得对，如何用人选嫁，林雨心中自有算计，你千万不要掺和其中。怪不得方才殿下护着臣妾，原来都是做给长姐看的。但这也不怪殿下，毕竟当初本该嫁给殿下的人是长姐，臣妾只是一个替身。他站起来扶了扶身就要离开，荣思景想都没想，一把攥住了他纤细的手腕。刚才姑的确是故意与你亲近，也的确是做给江大姑娘看的，但是却不是为了她，而是为了你。江南之抬起头，漂亮的杏眸微眨，卷翘浓密的睫毛更是随着他的疑惑而轻颤着。荣思景感觉一阵心痒，当初在温泉池里的记忆猛然朝他袭来，好像是烫手一般。他再次松了手。臣妾懂了，臣妾还要去核对中秋宫宴相关事宜，先告退了。等到江南之的身影彻底消失后，荣思景突然心中升腾起了一种烦躁，感觉小太子妃好像并没有懂他的意思。殿下，待会儿您要跟明慧大师手谈。要怎么哄女人？殿下是要哄太子妃娘娘。他刚才误会了，以为姑还在意那江家大姑娘，姑只是不想让他误会。哄人开心要诚心一些，比如亲自做什么东西送给对方。之前太子妃娘娘亲手给您做菜，您也很是高兴。荣思景微微皱眉，他亲自做的东西？
娘娘，刚才丁一回来禀告，宫女飞云那边有消息了。那人是谁啊？丁一看到老爷进了那个宅子，不过还不确定什么，奴婢让丁一继续盯着了。许是这个时候，老爷已经回府了。丁一能做到让2个人滴血认亲吗？奴婢去问问他。不过娘娘，现在下定论还为时过早，或许您父亲只是偶然间认识了那个飞云。江南之摇了摇头。如果当年中秋宫宴的意外都是他父亲策划的话，那该如何取舍，就得交由母亲来定夺了。这个女人开始变得贪心了，去把她们母女处理掉，我再也不要看到她们出现在京城里。是。本来在屋顶上打瞌睡的丁一突然听到屋内传来女人的惨叫跟孩童的哭声，他顿时一个机灵，从屋顶跳了下去，刀下救人。而这边的江应清还不知道杀人灭口失败了。夫人歇下了吗？夫人今日累了，已经歇下了。等到第二天天亮了，他想着今日有空可以多陪陪妙婉，却突然得知一大早妙婉竟然就进了宫。是太子妃娘娘想夫人了，就一大早派人来接走了夫人。唉，芝芝怎么这么不懂事，怎么老让妙婉进宫？江南之连夜见了那个叫翡翠的女人。你叫栾儿吧？我跟江檀心长得像，你跟我们也有几分相似啊。太子妃娘娘，我不知道您是什么意思。江应清都要杀你们母女俩灭口了，你还在为他袒护什么？对了，你可知道他为何突然今天决定要杀你们了？是因为我母亲彻底放下了10几年前那场宫宴，他也就认为不该留着你这个隐患了。太子妃娘娘，我是什么都不会说的。哦，不说可以，但可以滴血认亲。江南之看了看那个怯怯的小姑娘，一滴血不够，那就多滴一些。就算这个孩子不是我父亲的，那我就把怀疑的对方都试一遍。你能眼睁睁看着你女儿的血流光了吗？娘娘，求您放了栾儿吧，她什么都不知道。当年的事情是我鬼迷心窍，为了能够跟江大人在一起，就帮忙设计了你母亲，一切都是我的错。你有错，但最有错的是那个始作俑者。待明日见了我母亲，你再把这些话说一遍。娘娘，把他们带下去。是。这件事很快就传到了荣思景的耳朵里，荣思景手中的佛珠直接滑落了下来。丁一，你听错了吧？这些话不可能是太子妃娘娘说的。白大人，你怎么能这样说？难不成我还会骗殿下不成啊？太子妃娘娘可不是什么小白兔，她可能是一条美女蛇。太子妃说这些话的时候，有避开你吗？没有，她连一眼都没多看属下，感觉就像是因为她亲生父亲这件事情给气到了，不再隐藏本性了。不，她是故意让姑知道的。芝芝，你阿娘我是不是太傻了？江南之抱住哭泣的阿娘，轻轻地拍着她的后背。这件事不怪你，都怪父亲居心叵测。他的发妻还病着，他竟然就想着算计你，娶你过门了。我恨他。我知道的，阿娘，我都知道。芝芝，我暂时不想见他，我可以留在你这儿吗？阿娘，你自然可以留下来，想要住多久都是可以的。至于接下来如何做，就看你自己的想法。不管是什么选择，芝芝都支持你。这事要如何处理，你只要完全顺从自己内心的想法就好。人活一世不容易，万不可委曲求全，
最后将所有的不开心都憋闷在心中，那是会憋出毛病来的。我不想跟江映清继续过下去了。可是芝芝，我跟江映清和离会不会影响到你？你如今是太子妃了，万一以后别人说你……谁敢说我，我就治谁的罪。至于林家那边，母亲你也放心，我去跟他们说。这边马上要到国公府了，江南枝握了握母亲林妙婉的手。阿娘放心，有女儿给您撑腰。如果林家不愿意做收留您的娘家，那么女儿在的地方就是您的家。我是恨江映清的，但却也感激她，让我生下了你。马车停在了镇国公府门口，母女俩依次下了马车，在门人禀告后，被下人们簇拥着往里走。神母，昔日我是被江映清给算计了，坏了名誉，被徐家退了婚，后来才不得不嫁给他做继室。如今知道了真相，我是不想再同他过下去了，我要和离。此事当真？此事千真万确，本宫已经让人查清楚了，也有了物证人证。必须和离，就算是豁出去我这把老骨头，也要把你从那狼子野心的江家带回来。舅母不用担忧本宫，这件事本就错在父亲那边，等到和离那一日，本宫也会站在母亲这边的。如果到时候江映清不同意和离，应该怎么办啊？江家本就更宠江檀心，在家中也就只有阿娘是真心对我好，如今又知道了父亲的真面目。不管如何，哪怕是舍了这个太子妃的身份不要，我也要支持母亲和离。感觉在芝芝身上有了我们林家姑娘的几分果敢、坚毅、骨气呀。好，有了你这句话，我们林家也会赴汤蹈火，一定帮婉婉和离成功。事情决定后，大家就分头行动。林宇去给族老写信，把他们都请来，而林妙婉还需回江府清点自己的嫁妆，然后同江映清提出和离。阿娘，你清理好嫁妆，封好箱，跟他提完和离，他同意了更好，不同意的话，你就先回林家。芝芝，这件事你还是先回东宫与太子殿下说一下吧。江南枝点点头。江南枝的心情的确不太好，等回了东宫，就让穆穗去看太子殿下现在可否在佛堂。今日殿下出城了，还没有回来。此时在京郊猎场上，虚弱的太子殿下坐在帐篷中一直打喷嚏。殿下，现在没有外人，您不用伪装。姑是真的？莫非是谁思念主子了？荣思景握着佛珠的手微微一顿。就在这个时候，一身黑衣的娄隐走了进来。主子，九王爷上钩了。收网吧。是，主子。娘娘，殿下让您过去一趟。本宫知道了。他突然细心地发现了白纸的袖扣蹭上了一抹血迹，他的心突然咯噔一下。白总管，太子殿下受伤了。娘娘，待会儿您就知道了。等随着白纸进了太子寝宫后，并没有什么血腥气，只是闻到了一股淡淡的药香。荣思景靠在软榻上，脸色比往常还要白皙，绝美的容颜此时看起来好像是易碎翡翠一样。殿下，您的伤在哪里？快让臣妾看看。遇到了刺客，
只是一个小伤。太子妃，不用挂怀。你脸色这么难看，怎么可能会是小伤？快让臣妾看看吧。白芷看着自家主子一边说着不让太子妃看的话，一边却也不阻挡后，立刻带人都退下去了。而此时寝宫内，江南枝已经如愿地解开了荣思景的中衣。他伸手轻触上面，是这里受伤了。真伤得不严重，姑让太子妃过来，是有其他事情。殿下请吩咐。荣思景看着他那乖顺的模样，微微颔首，露出白皙脆弱的脖颈，就好像是愿意把自己的弱点暴露给敌人一样放心。可事实上，眼前这个小太子妃可能并不如看起来那般对他信任依赖。其实他一直都在他眼前做戏。荣思景心中有点堵，但也没有戳破。有人要杀姑，还没有抓到幕后真凶，需要太子妃同姑做一场戏。好，殿下要臣妾如何配合？姑要装出重伤的样子，这段时间东宫恐会乱，需要太子妃暂时稳住东宫。必要的时候，还要在人前装出很担忧的模样。这些对于太子妃不难吧？臣妾一定会努力去做。殿下还有其他吩咐吗？今晚留在这里，明天天一亮，从门踏出去开始，就要开始演了。真的要住在这里？是。那臣妾让穆穗把臣妾的衣裳送过来。还有，江南枝收回脸上的娇羞，老老实实的把母亲跟父亲要和离的事情一说。殿下，这件事会不会对您有什么影响？对姑没有什么影响，但是对你可能影响很大。如果到了万不得已，姑只能够再娶个太子妃了。意料之中，江南枝沉默地点了点头。怎么，你都不担心丢掉这个太子妃之位吗？在姑看来，你应该很喜欢这个位置。其实我很喜欢殿下，只不过我更想要为阿娘伸张正义。阿娘是我这辈子最珍重的人。丢开那些虚伪的谦称，荣思景发现对方眼神中的认真，突然就明白过来，这句话怕不是认真的，所以他是真喜欢他。恰好这个时候，穆穗站在门外，恭敬地送来了江南枝的换洗衣物。江南枝接过后，就没有让穆穗伺候了，关上门，隔绝了小姑娘担忧的眼神。江南枝深吸一口气，转过身朝床榻走去。推倒太子这种事情难度很高，既然如今机会大好，要不择日不如撞日。一大早，江南枝拖着发软的双腿，脸颊泛红，十分疲倦地从太子寝宫出来。回到自己寝宫还没坐稳，三位选侍就来了。江南枝却没有对他们解释，他们是误会了。昨天晚上他跟太子什么都没有发生。不止如此，他还陪在榻边，真的衣不解带地照顾了太子一晚上。倒也不是没有想过试图爬了太子的床榻，只不过江南枝才刚有点动作，就看到太子一个翻身，露出了枕头下雪亮的匕首。太子没有事，你们就不要胡乱猜测了，都回自己的院子里去吧。太子妃娘娘，你不能这样，如果太子真的出了事，我们该怎么办？我们有权知道事实。来人，华选侍顶撞本宫，还诅咒太子，送回院子关1个月禁闭，不许出来。是。剩下俩人自然也不敢再提这件事儿，说了几句不轻不痒的话，连忙就都告退了。江南枝就忍不住担心母亲的事情来，父亲应该是不想跟母亲和离的。突然的，他想起了一个被称为大厨冷面阎王的男人。想到这里，
江南之立刻写了一封信，让花昭送到了大理寺，亲自交到商大人手中。九王爷的儿子昨天被我们抓了，今天他又听说您受了重伤，今日一早已经穿戴整齐进了宫。不是说为了儿子谋求皇位吗？怎么感觉好像是他自己更想坐那个位置呢？他才50多岁，肯定是想要自己坐上去的。暂且盯着，等着他把事情闹起来，看哪些人站在他那一边。这一次要把这些人给连根拔除。是。殿下放心，太子妃娘娘表演得很好，东宫其他人都信了，属下让人去盯着看哪些人有小动作。太子妃有什么动作？太子妃娘娘今天出了您的寝宫，都表现出伤心难受的模样，也去警告了那些选侍。不过他让花昭送了一封信去大理寺给商大人。他怎么会认识商池呢？白芷正想着需不需要去拦截花昭那封信，就听到自家殿下突然开口道：白芷，你说孤与商池谁更英俊一些？他怎么配跟殿下相提并论？殿下茂盛潘安，才高8斗，年轻英俊，又是大主身份最尊贵的男人。荣思景微微揉了揉额头，表情暗晦不明。殿下需要去拦截那封信吗？不必了。芝芝此时正一脸乖顺地在太子床榻边给他喂药。你是怎么认识商池的？商大人刚正不阿，公正严明，大楚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可他从来不会管闲事。那就要看他认为什么是闲事，什么不是闲事了。殿下，来，喝药吧。荣思景发现自己真是越发看不懂这个小太子妃了。他其实明明最讨厌女人近身服侍，可他还是上身前倾，张嘴喝下了那未来的滋补药。接下来会有人盯着东宫，你就暂时不要出去了。是，殿下。如果有十分紧急的事情，你让白芷派人去做。殿下，那这几日还会有人来刺杀您吗？想要刺杀姑没那么容易，但他们会派细作进东宫来，看姑死没死。江南之一时间也不知道如何评价，但是看着这一世江潭心迫不及待的换亲，就知道上一世这个东宫肯定也不是那么好带的。荣思景攥住了手中的佛珠。太子妃怕死吗？江南之摇了摇头，又点了点头。这是什么意思？其实感觉死并不可怕，但还是怕死的。毕竟还有很多想要做的事没有做。这一世江潭心和沈彻都还活得好好的，我怎么能轻易死去呢？太子妃有什么想做的事情？殿下，臣妾想做一个母亲了。她是真的很想做一个母亲，但是上一世却被那俩烂人给剥夺了，成了奢望。不过如今这话听到了荣思景的耳朵里，却让他白皙的脸庞微微泛红，捏着佛珠的手都跟着一紧。他狠狠地别过头去。时间不早了，你下去吧。殿下，您不是让臣妾今晚还宿在您这儿吗？不然的话，对方可能不会认为您受了很重的伤。今晚你去睡在那边。到底还是不忍心他像上一次那样跪坐在榻边了。他乖顺地走到了屏风后边，烛光将他的曼妙倩影很快就打在了上面。殿下，若是今晚真有刺客造访的话，臣妾是不是该跟您歇在一处啊？荣思景半垂眼，手中的佛珠转得更快了，但却很轻地嗯了一声。屏风后的人立刻就下榻穿鞋了。荣思景感觉心蓦然一快，他补了一句：
你把衣裳穿妥帖了。江南枝乖巧地应了一声，他拢好衣襟，几步来到了床榻边。殿下，臣妾在外侧躺着吧，这样才能演得更逼真一些。荣思景嗯了一声，往里挪了挪，江南枝就躺在他靠坐过的地方。他拉起了被子，搁置在嘴角。殿下假装宠爱臣妾，是不是因为江家也在殿下的怀疑名单之上？太子妃能够保证江家没有异心吗？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异心，因为祖父跟父亲从来不会在我们跟前谈及朝堂政事，家中也就只有兄长知道一些。他以为小太子妃又想起来在江家只有母亲庇护的日子了，正想着是否要安慰安慰，结果身边的人竟然一个侧身，面朝向他。荣思景赶紧闭上了眼。殿下，倘若我祖父他们真的有了不轨之心，我拿到证据给你，算不算是大义灭亲，可以立个功？荣思景听后都诡异地沉默了一瞬，想着江家人果然对小太子妃不太好，不然他也不会这样毫不犹豫，甚至摩拳霍霍地想要大义灭亲吧。就在他想着这些事情的时候，一只柔弱无骨的小手突然探了过来，在马上要碰触到荣思景胸膛的时候，他一把攥着。你要干什么？殿下，臣妾见您半天没有出声，想看看您是不是睡着了。荣思景嘴角一抽，想要看他是不是睡着了，怎么会直接朝他胸膛探了过来？不过他却下意识地松了手中的力道，刚要让小太子妃老实一些，突然听到了咔嗒一声响，有人从窗户那儿跳进来了。荣思景下意识地就拽着小太子妃的手腕，把人一个旋身给拉到自己身后，调换两个人的位置。江南枝却反应更快地挣扎了一下，这也导致他没有如愿地被调换到荣思景身后，而是一下子摔在了他的身上。看着影影绰绰上下交叠的俩人，门口进来的杀手也愣住了。不是说太子殿下受伤了吗？怎么还这么有兴致？荣思景额间青筋直绷，想着要不这次就算了，把这个人杀了算了，下次再做戏。殿下，您的伤口都崩开了，您的伤还没有好，等好了以后，臣妾再给你。荣思景听后身子更是一僵。不止如此，外边潜入进来那黑衣人也是十分震撼。太子殿下的伤已经严重到不能人事了吗？芝芝，姑可能时日不多了，本想给你留个孩子，但却力不从心。江南枝感受到腰间的那只大手炙热无比，身子下意识地跟着轻颤了一下。那就继续演下去呗，总归吃亏的是某个不能破戒的人。他突然俯身下来，整个人靠在他怀中，亲吻着他的脖子，声音却夹杂着哭腔，哽咽道：殿下，您不许这么说，你肯定会好起来的。什么？你还要继续？你要臣妾自己来？啊！荣思景强撑着没有直接把怀中的人丢出去，他下意识地掐了他的腰肢一下。江南枝再次发出一声娇嗔：殿下，您轻点。芝芝，姑好像还是不行。黑衣人听得一脸遗憾，但也知道里面的两人估计出了汗，待会儿要喊工人进来了，立刻轻手轻脚转身出了寝宫。确定那人走了后，荣思景咬牙就要把怀中的人推下去，但对方比他的速度更快，已经手脚并用，十分利落地从他怀中挣脱开，规规矩矩地跪坐在了床榻尾。殿下，那人走了吧？
荣思景身体中的火就这样不上不下的卡住，他只得很是低沉地了一声。那殿下，臣妾回屏风后的暖榻上歇着了。荣思景不知道为何自己本该松了一口气，可空荡荡的怀抱连带着小太子妃的话，愣是让他升起了一抹空虚感。最终他情绪不明的又了一声。可外边太黑了，刚才两个人纠缠的时候衣袂都搅到了一起，所以在江南枝打算站起来越过太子下榻的时候，突然衣袂被扯开，他也跟着踉跄了一下，再次摔到了荣思景的怀中。殿下，荣思景只感觉那压制着的血突然直接冲向了天灵盖，他等到反应过来的时候，一只大手狠狠地扣着他的腰肢，把人压向了自己。江南之英宁犹如被凶狠狠的灰狼抓住的小兔子一般，因为太恐惧或者是太震惊而忘记了挣扎，而下意识的动作都变成了欲拒还迎的呜咽。黑暗之中的亲吻持续了多长时间，谁都不记得了。可某些情愫却因为黑暗无形被放大，甚至比当初在温泉行宫的时候还要让人情难自已。就在江南之以为对方打算破戒了的时候，却猛然戛然而止。下一刻，带着淡淡檀木香的锦被突然迎面落下，把他整个人包得严严实实。殿下，姑去佛堂，接下来不会有危险了。太子妃早点歇息。说完之后，他立刻起身下榻，披上了大氅，直接迈步离开。好好好，做戏的时候喊人家芝芝，不做戏了就喊太子妃。江南枝从被子卷中挣扎了出来，看了看那不知道什么时候竟然套在了自己腿上的佛珠手串。唉，真遗憾，就差那么一点点。既然机会已经错过，他也不再多思绪，整理好衣裳，翻个身，很快就沉沉睡去。可荣思景却睡不着了，他下意识地想要念经文来让自己静静心，却发现手腕上空空如也。许是想到了什么，他的俊脸更黑了。那个黑衣人去了哪里？殿下，那个黑衣人去了岑选氏的院子，待了半个时辰才离开东宫。属下已经让贾满追上去了。去把李氏给姑缝制的衣裳跟香囊都找出来，交给洛神医查一查。殿下，您怀疑李选氏？岑家暂时没有站队，岑选氏是为了争宠。至于太子妃，不提也罢。白芷一时间有点弄不清楚，殿下这到底是偏袒着太子妃呢，还是被太子妃惹恼了？他倒也没有去细究，立刻领命去办事了。而荣思景则是一夜未眠，挨到天亮的时候，他才回了自己的寝宫。见到自己的床榻已经铺平整，上面并没有还睡着的人，荣思景竟然微不可见地松了一口气的同时，内心又有一些空落落的，不知道他在期待什么。荣思景伸手去探了探枕头底下，如愿地摸到了自己平常随身佩戴的那串手串。可不知道为何，这手串好像跟往日不同似的。荣思景鬼使神差地把手串放在鼻翼间闻了闻，上面满是他家小太子妃身上的香甜味道。芝芝啊，不管如何，倘若这件事情闹大了，对咱们都不好。咱们都是江家人，自然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所以还希望你可以去劝一劝母亲，别让她再钻牛角尖了。大哥，你认为当年母亲被父亲算计这件事，她不该计较？也没有说不该计较，但不希望闹得这么大呀。林家虽然站在她那边，
但是真的闹大了，林家的其他人会同意继续支持他吗？还有芝芝啊，你可是江家的女儿，这件事情闹大了，皇家也会责怪于你，所以你懂事一些，去劝一劝母亲吧。这件事关上门，咱们自家人处理就好。怎么处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既然不想把事情闹大，为何不让父亲痛快地跟母亲和离呢？我也劝过父亲了，可父亲对母亲的感情太深了，就算当年有过算计，但也肯定是善意的算计啊。当年母亲被毁了名声，在林家都待不下去了，整个京城的人都对他指指点点，他差点活不下去，寻了短见。这就是父亲的爱。大哥，你回去劝父亲放手吧，对谁都好，对江家也好。至于我，如今你也知道，太子殿下身子不适，我无法离开。那你给母亲写一封信也好啊。我该对母亲说过的话都说过了，也不会再写什么信。大哥也不用在其中做什么文章了。娘娘，殿下喊您过去。江承锦还欲再说什么，但东宫已经送客，他只好点头离开。多谢白总管帮忙解围。娘娘，殿下真的喊您过去。好，本宫这就过去。江南枝去寝宫的时候，看到太子靠卧在那儿，手中捻着的佛珠竟然换了一串。他啧了一声，太子是认为他弄脏了他本来那一串佛珠吗？殿下很臣妾过来，是有什么事吗？明日一些皇亲女眷会去探望母后，你到时候去旁边作陪，记得表现出一些伤心。他们中间会有人借此试探我？不止如此，他们还会就你父母要和离的事情发问。总之，你提前做一些准备，用不了多久，这件事儿就会有一个结果了。是。江南枝却是知道，这次事情只是暂时告一段落。太子殿下的敌人可有好几个，他也想着借着这次事情自己表现好了，或许用不了多久就可以提醒太子殿下关于5年后叛军攻城的事情。太子妃在想什么？啊，臣妾在想，殿下怎么不戴原来那串手串了？气氛在一瞬间凝固，果然没过多久，江南枝就被无情地下了逐客令。江南枝倒是一点都不在意，他能够感觉得到荣思景的态度变化。如果要说阶段的话，恐怕现在就处于情绪不稳定，在自我怀疑、自我厌弃的状态。等最后破罐子破摔了，才是让他破戒的最好时刻。商池，你这是什么意思？这件事本是我的家务事，你把我带到这里来审讯，莫非把本官当成了犯人？有诉状，有人证物证，大理寺接了这案子，一切就得按程序来，而且这可不是什么寻常家事。怎么就不是家事了？我是否同我夫人和离，这是我们的私事。可16年前发生在皇宫的事情，想必你不会忘了吧？江大人真是手眼通天呐，竟然可以在皇宫之中动手脚。哦，还有前不久太子御道的刺杀，就不知道有没有江大人的手笔了。商池，你这是诽谤！太子殿下遇袭的事情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也说了，不知道是不是江大人的手笔，这不是在立场审问吗？江大人激动什么呀？面对商池的步步紧逼，江应清节节败退。这件事，徐家当年也有份，因为徐夫人不希望妙婉嫁给他儿子徐茂拓。商池心疼得不得了，但脸上的表情已经冷酷严肃。他让陶显都记录好了，板着脸让江应清写和离书。这件事既然是你愧对林妙婉，
那么就理应对他做一些补偿。除了归还他当初带来的嫁妆外，我愿意同时奉送10个铺子跟2个庄子来弥补他。等终于写完了和离书后，江应清整个人仿佛苍老了20岁。他当初费尽心思娶的妻，如今却要亲自放走，忍不住心如刀割。商大人，我能问你，这件事你如此上心，是不是芝芝以太子妃身份要挟你这样做的？江大人，你不了解下官吗？别说什么太子妃了，就算是陛下在跟前，也不能让下官折腰。和离书本官也写了，没有其他事，那本官就离开了。等一下，和离这件事了了，那咱们接下来就谈一谈江大人买凶杀人未遂的案子吧。被打了10个板子，十分狼狈的江应清被下人搀扶着离开了大理寺。2盏茶的功夫后，商池到东宫见到了病弱的太子后，就把这件事一说。看着被打了10个板子，还要暂时被罢官的判决结果，荣思景都嘴角抽了抽。见荣思景半天没说话，商池一时间拿不准对方的心思。殿下是担心倘若罢了江应清的官，会影响朝堂上的一些势力平衡吗？殿下，太子妃娘娘来了。荣思景揉了揉眉心，他家小太子妃来的可真是快。他依旧端庄温婉的模样，在商池给他行了礼后，他点点头就看向荣思景。殿下，臣妾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啊？太子妃来的正是时候。商池，你把江应清一案的结果告知太子妃一遍。是。商池巴不得希望江应清会被判得重一些，他甚至还提出了当年江应清发妻的死也疑点重重。没想到家父竟然是这种人。荣思景淡淡地瞥了一眼他，总是感觉小太子妃脸上的泪珠有一些夸张了。不管如何，犯了错误就该去承担自己的责任，毕竟相比起来，母亲更是委屈难受。既然如此，就按照商池你的审判来吧。就是不知道到时候江相会不会告到陛下那里去。父皇不会管这件事儿，到时候他肯定会来找姑。姑如今受了重伤，正在排查刺客，江相这个时候怕是不会到姑跟前来。再次对荣思景跟江南之扶了扶身，起身离开了。听闻太子妃家中出事了，可是真的？九婶竟然这样挂念我，真让我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啊！九王妃一愣，江南之动容道：都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但还有其他家人这样关怀，我倒也不该一直的自怨自艾了。说起来当年那事可真是让人唏嘘，不然我家芸娘也不会跟徐茂托喜结连理。江南之眉角轻动一下，而这个时候孙氏也帮腔，可见礼部尚书季洛以及徐国公应该已经都是站在了九王爷那边。江南之捏紧了帕子，他抬起头，突然眼神锐利地看向孙氏。夫人这样说，未免有些得了便宜还卖乖的嫌疑啊。那是不是当年中秋宫宴那件事，季家也有份啊？太子妃娘娘，这是完全没有的事情，你可不要这样说啊。如果真的没有，那夫人你紧张什么？孙氏顿时哑了，九王妃的脸色又黑了一点。接下来还有几个夫人若有似无的试探，但都被江南之4两拨千斤的挡了回去。而看着自家儿媳滴水不漏的应对法子，左皇后眼底的赞赏之色越来越浓郁。
江南之带着工人回到了东宫，先去佛堂见太子。殿下，那孙氏也帮着九王妃套我话，他们肯定都是一伙的，说不定礼部尚书跟徐国公都站在了九王爷那边。孤会让人去调查的。殿下还有事吗？倘若没有的话，臣妾先回寝宫了。荣思景见对方迫不及待想要离开的样子后，不悦地微微皱起了俊眉，刚要开口让他留下，突然就想到小太子妃是不是在欲拒还迎。短短几个呼吸间，荣思景头脑中闪过许多事情，最后他摆了摆手，太子妃既然累了，那就回去歇息吧。太子明明是不希望我这样离开的，他怎么就不开口挽留呢？他心中虽然有遗憾，但还是扶了扶身，转身离开了佛堂。只是在他走后，荣思景却发现经文诵读不下去了，只好去看公务折子了。哈哈哈，我终于升官了。之前他只是在金吾卫上职，但也不知道为何却无法继续升官了，做不成上一世的指挥使。好在白家人出面给帮了忙，让沈彻进了吏部。锦和，今日感觉怎么样？孩子有没有踢你？孩子可闹了，每次我一睡觉他就会闹我，都让我睡不踏实。那今晚我就去你院子里陪你，孩子应该会害怕我这个爹，他肯定就不敢闹你了。沈老太太看得十分欣慰，倒是坐在旁边的江潭心看到这一幕后，直接把茶盏往桌子上一摔，起身就走了。哥，你还不过去看看那个嫂子呀？你去晚了，她不知道又要砸了多少古董家具呢。印象中心儿应该是那种十分温婉端庄、懂事乖巧的性子呀，怎么会变成了这样？许是这段时间江家出的事情让他心情不好了吧？过段时间他自己就会平复下来。表哥，大夫说我肚子比寻常的大，可能是怀了双胎呢。那今日可真是双喜临门啊！阿彻突然对白锦和那个贱人好，肯定是因为她怀了孩子，而且白家帮忙给阿彻升了官。立春，你去安排马车，随我出趟门。主子，您要去哪里呀？我要去找洛神医。自己久久没有怀孕，肯定是身子哪里出了问题，而寻常大夫看不出来，洛神医一下就知道了，这个世子妃中毒了。只不过因为这件事比较复杂，可能涉及很广，洛神医暂时不动声色，而是敷衍了江潭心几句，让他过2天再来。殿下，那江氏被下了毒，才一直没有身孕的，就是不知道给他下毒的人是广平侯府还是其他人，那需不需要老夫治好他？去喊太子妃过来。不一会儿，江南之就来了。他听到洛神医说的话后，也诡异地沉默了一下。那毒是他下的，目的也是让江潭心跟沈彻断子绝孙。太子妃，依你之见，要如何处理这件事啊？这是广平侯府的内宅阴司，咱们东宫还是不要插手为好。而且他之所以会被下毒，肯定是做了什么同样恶毒的事，才会遭人报复。他淡淡地看了洛神医一眼，洛神医顿时就明白如何做了。那老夫这就回去想办法回绝了世子妃。等到洛神医离开后，江南之想着找个理由也离开。你跟长姐有仇？太子为何突然这样问？殿下，您该不会以为那毒是我下的吧？我哪有那个本事把手伸到广平侯府去啊？不过听闻那个广平侯府的世子有一个表妹平妻。荣思景看了看自家小太子妃一脸疑惑不安的模样，他并没有继续追究这件事，而是垂眸重新又开始捻佛珠了。江南之知道这是下逐客令的意思，
他扶了扶身，就退了出去。白芷，去宣太子妃今晚来姑的寝宫住。白芷领命而去。太子，这是打算让我侍寝了？江南之让穆穗给自己梳了头，换了衣裳，披了大氅，这才跟着亲自掌灯的白芷走了出来。白总管，殿下身上的伤又严重了。太子妃娘娘，您去了就知道了。好吧，应该问题不大。如果问题大了的话，那就该是宣洛神医来，而不是他来了。江南之迈进门槛的时候，白芷在身后将门给合上了。殿下，您找臣妾是什么事？您是身子哪里不舒服吗？太子妃，你过来一些，姑有重要的事情跟你说。是。江南之乖巧地坐在床榻边，脸上的娇羞跟温柔都恰到好处。太子殿下，你有什么事就直说吧。太子妃，你大义灭亲的时机到了。江家打算谋反了？不应该啊，我祖父他们3个都没有这个本事。如今朝堂之上，很多人都开始倒戈站在九王爷那边，江家也动摇了。哦，也就是说，江家心中最后的犹豫就是我这个太子妃，所以这2日他们可能会来东宫找我。太子妃打算如何做？当然是大义灭亲了。荣思景被他的笑容晃了一下，突然想起了一件事儿，他立刻转过身，从床榻旁的暗格中摸出了一个锦盒，递给了江南之。殿下，这是……你打开看看就知道了。江南之深吸一口气，小心翼翼地打开了那个盒子，看着那个雕刻的栩栩如生的玉石狐狸，顿时愣在了那儿。荣思景表面上毫不在意，但是手中捻佛珠的速度却在不断加快。江南之很快回过神来，多谢殿下的礼物。并不是故意给你刻的，只不过是随意雕出来的玩意儿罢了。臣妾很喜欢。荣思景不再开口了，他捻动佛珠的速度更加快了。这一晚上，江南之自然是留宿在了太子寝宫，隔着屏风的暖榻上。为何一直不让我们见太子殿下？是不是你们这些狗奴才有什么阴谋？是谁大胆在这里喧哗，惊扰了太子休息？江南之领口刚系好最后一个扣子，他迈步走出来的时候，脸颊上还残留着一抹淡淡的红晕。太子都伤得那样了，太子妃你竟然这样不知检点，还拉着太子做那种事，你是妖精转世吗？华选氏是夸本宫美吗？太子妃娘娘，妾等无意顶撞，只是太过于担心太子殿下了，所以特地来看看，希望可以见到太子殿下一面。本宫没有办法答应你们，但可以替你们去问一问太子殿下的想法。你们先在这里候着吧。他转身就走，淡金色的衣袂轻扫过台阶，而这边荣思景抬眸，看到江南之去而复返，俊眉微挑。太子妃怎么回来了？殿下，3位选士来打探您的状况，您是见还是不见？让他们进来吧，不过隔着屏风，等他们进来后，你来姑身边，贴身照顾姑。江南之其实知道太子是在利用自己，不过反正没事儿，他也没少利用太子。是，臣妾这就叫几位妹妹进来。不一会儿，3位选士进来了，他们看到一道屏风，都是一愣，尤其是看到江南之丢下他们，越过屏风走到后边，直接坐在了太子殿下的身侧，温柔地扶着他，顿时心中又是一阵暗急。太子殿下，您身子好些了吗？荣思景靠在江南之的肩上，随意敷衍着那几个女人，同时发现自家小太子妃在走神。
他有一些心不在焉地咳嗽着，身子突然朝太子妃的怀中砸了过去。江南枝虽然在想着上一世的事情，但还是立刻扶住了太子。俩人的姿势瞬间变成了太子整个人躺在了江南枝柔软的怀中。殿下，殿下不行了，快去喊洛神医。立刻有机灵的小太监去喊人了，白芷也快速地赶过来了。3个选侍反而成了整个寝宫之中最多余的人，不一会儿就都被赶了出去。这边闲杂人等离开后，荣思景躺在床榻上挥挥手都让人下去了，结果发现小太子妃还在。殿下，臣妾的阿娘已经和离，但是臣妾不确定她在林家如何，所以想要见一见她，可以吗？让洛神医去趟镇国公府，你可以跟着一起去。谢谢殿下，那臣妾回去准备了。等到小太子妃离开后，荣思景已经收起了脸上的笑容，他喊来了洛神医。你明日去镇国公府，看看那个柳如烟最近有什么动作。所有人都以为如今对荣思景的太子之位虎视眈眈的人是九王爷，但实际上西南藩王荣不封才是对荣思景威胁最大的那个人，而那个柳如烟就是荣不封最重要的一颗棋子。芝芝，你放心好了，阿娘在这里很好，尤其是神母病好了之后，这里就跟我未出阁一样了。阿娘，以后日子会越来越好的。其实林家其他人我倒是都放心，只是之前见过几次面的那个柳如烟让我有些放心不下，我担心她会不会影响到你。那个柳如烟啊，她的确有一些怪异，一点规矩都不懂，但却深得小雨宠爱。不过芝芝你放心吧，我跟那柳如烟又没有冲突，而且她还为我说过话呢。她为您说了什么？我刚回来那阵子，府上有下人嚼舌根，说我是什么下堂妻。当时那柳如烟在场，她听后竟然比我还生气，还说不就是和离了吗？有什么大不了的？女子有选择婚嫁的自由，日子过不下去了，自然也有和离的自由。她噼里啪啦的把那个下人好一顿说。啊，那个下人之前是你舅母院子里的。舅母对您和离回娘家肯定是有些微词的，她担心影响到表哥吧。不过那个柳如烟的说法确实有些新颖奇怪。阿娘，那下一步您打算怎么办？林妙婉沉默下来。阿娘，如果你想要再嫁人，那女儿给您准备嫁妆；如果您不想嫁人了，去开个什么铺子，那女儿给您拿本钱；若是您想要去什么地方走一走看一看，女儿暂时没有法子陪您，却会找可靠的人陪伴保护您。所以接下来阿娘想要做什么便去做吧。老天垂怜我，让我有了芝芝这样好的女儿，不管之前受了多少苦多少累，都是值得的。他伸手抱住了女儿。江南枝轻轻地拍了拍母亲的后背，细声慢语地安抚着她，同时又问了许多府中的事情，尤其是关于那个柳如烟的。莫非柳如烟是打算先成为表哥的正妻，然后再怂恿表哥通敌叛国？阿娘，我让人调查过那个柳如烟，她可能是一个细作，不过还没有最后确定她背后的主使人是谁。这件事还没有最后确定，而我听你描述的柳如烟倒也不像是，但也有可能她很会伪装，也未可知。那可是得告诉神母阿宇他们呀。暂且不要告诉表哥，我感觉他一颗心都在柳如烟身上。不过你可以想个办法，委婉地告诉林老夫人，切记不要惹祸上身。阿娘，在我心中你比任何人都重要。林妙婉点了点头。江南枝提醒的差不多了，
那边洛神医也给林老太太看好了病，他们准备离开了。太子妃娘娘，之前是我对你无礼了，但你也让人关我禁闭，咱们俩算是扯平了。不过这次，你竟然能够支持你母亲和离，真让我刮目相看。你没有我想象的那么迂腐寡味。你这性子倒是有趣，若是有时间，你可以跟随本宫母亲跟舅母表嫂他们一起去东宫。真的吗？旁边的陈氏跟康氏脸色已经变了，但是却不敢出声。江南之又跟母亲嘱托了几句，这才被花招扶着上了马车。殿下，留在镇国公府的眼线说，那个柳如烟这段时间除了争宠，还有说一些惊世骇俗的话外，倒也没有跟外边什么人联络。让他们继续盯着那个柳如烟，同时也盯着林雨。殿下，太子妃娘娘好像也格外关注那个柳如烟，在离开之前，她甚至还邀请柳如烟以后可以跟着林夫人他们来东宫，这点很是奇怪呀。之前太子妃让姑帮忙查过柳如烟，看来她也对这个人生疑了。太子妃她很在乎她的母亲，因为那林氏如今就在镇国公府。倘若柳如烟有问题，影响了镇国公府，也会影响到太子妃的母亲。大概就是他把林妙婉化成了自己人，但其他的人对他来说就是外人。荣思景一瞬间有点出神，小太子妃把他当成什么人？什么时候可以让太子破戒啊？江南之回到寝宫，忍不住兀自出神。主子，岑选侍来了。哼，他到底还是坐不住了。太子妃娘娘，求你给妾指一条生路吧。别急，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你慢慢说。岑家送了一个未出阁的嫡女给九王爷，他们打算放弃我了。九王爷都50多岁了，岑家是不是疯了？送未出阁的嫡女给他？太子妃娘娘，咱们这些勋贵世家的贵女，不就是用来巩固权谋跟族人地位的吗？只不过你我运气好，太子还年轻，但是其他人经常会发生送给老男人做续弦或者做妾之类的。还真是天真呢。太子妃娘娘，您说妾该怎么办呀？太子殿下真的会被废吗？不管如何，你我都是被拴在东宫这条船上的。若我是你，那接下来的日子就待在院子里，哪儿也不去。那如果家里面再给我写信，其实这段时间他们经常送消息给我，询问太子殿下的情况。说到最后，他的声音慢慢低了下去，满是愧疚。江南之知道他这是跟自己投诚。你就如实告诉他们就行了，记住，你要先把自己当成东宫这艘船上的人，船沉或者不沉，才会庇护你我。那以后妾都听太子妃的，如果有什么吩咐，您尽管说。暂时没有事，若是有事的话，本宫自会找你。好。岑选侍带着心腹侍女回到了自己院子后，如释重负的样子。主子，您以后真的打算要站在太子妃那一边吗？我还有其他选择吗？得到太子的宠爱，遥遥无期，再加上太子都要被废了，岑家也要放弃我，我想要活命，就只能扒住太子妃这条船了。可是人家太子妃身后还有江家啊，江家会帮太子妃，又不能帮咱们啊。你忘了吗？之前太子妃帮着母亲跟父亲和离，估计这件事已经得罪了江家。这个时候恐怕江家也在想办法去找九王爷的门路了呀。芝芝啊，父亲被打得伤那么重，
你不回家去探望探望他，为何却去了镇国公府呢？那你回府去探望父亲了吗？芝芝，心儿跟你不一样，侯府的事情很多，他很忙的。而且如果你都不去也就算了，偏偏去了镇国公府看林氏，却不回来看望父亲，父亲他很是心寒的。可是父亲当年对母亲做的事，也让本宫对他很心寒呢。另外，据本宫所知，如今广平侯府是广平侯夫人主持中馈，而且那白氏也要生了，所以姐姐，你在府中又忙碌一些什么呢？休要管我！不管如何，我跟阿彻感情独深，不像是你。芝芝啊，恐怕到现在你还是处子之身吧。太子就算是对你不错，他也是有心无力吧。大胆，竟然敢妄议太子殿下！江檀心因为上一世就在冷嬷嬷手上吃了许多亏，所以被呵斥后条件反射般的惧怕起来，身子都跟着抖了一下。哎，冷嬷嬷，我长姐不是那个意思。长姐，你快解释解释，说你不是有意的，只是一时口无遮拦，这才说话没有过脑子的。江南诗这个贱人，竟然说我没有脑子。是我错了，我口不择言，我也是为了芝芝好呀。对了，长姐，你方才还说你跟世子感情独深，那为何白氏的孩子都要生了，你这肚子还没有动静呢？这是江檀心的痛处，听后他的脸色果然十分难看。而有冷嬷嬷在这里杵着，江檀心不敢再说那些讥讽的话，江承瑾更是不敢多试探。等到兄妹俩离开东宫后，坐在了马车上。江南之，我看你还会嘴硬多久，以后你哭都来不及。也不知道太子是不是真病重的不行了，不过刚才看东宫上下的气氛，倒是十分沉重。江檀心冷静下来，他可是记得上一世九王爷并没有坐上龙椅，最后是叛军攻城，而那个时候阿彻成了大将军，自然是跟着阿彻，他跟他们江家才有出路。不过我看那九王爷不像是能坐上龙椅之人，所以你回去跟祖父父亲好好说说，押宝也不能太过于随意了，要谨慎为之。那件事虽不急，不过咱们近期都不要去东宫了。芝芝这次支持林氏跟咱们父亲和离这件事实在是太过分了，祖父很是生气。哼，我才不屑理他呢。江檀心本来这段时间心情都不好，不过一想到江南之要倒大霉，他的心情竟然明媚了起来。不过他的好心情只持续到了广平侯府门口。当江檀心提着裙下马车的时候，嘴角的笑容还没有散去，就听到下人说白锦和要生了。听说你长姐羞辱你了？江檀心那是在羞辱我吗？明明是羞辱你呀，太子殿下。长姐自小丧母，我打记事起，江家所有人都让我让着长姐，说我有阿娘疼，长姐却没有。荣思景的眼底闪过一抹疼惜。你不用忧伤，那江檀心远远不如你。太好了，臣妾也是这样认为的。荣思景哑然失笑，后知后觉发现自己的笑容落入了太子妃的眼中，嘴角微微一僵。好在小太子妃已经低下去研墨了，荣思景微舒了一口气。就在这个时候，白芷敲门进来。殿下，广平侯府出事了，说是那白氏孩子没生下来，大人也要不行了。说这件事跟太子妃有关，说要让洛神医出面去救人。白氏孩子生不出来，跟本宫有关？他们可真是好大的胆子，以为东宫不行了，所以就信口雌黄。上次江檀心来，我赏赐给那白锦和一些补品，但那些补品的数量我特意去问过太医，
并不会让孕妇补的胎儿太大，除非白锦和又加倍的用了许多别的补品。上次你让江檀心带走的东西，可有在名册上？都是有的。东宫之中，不管进出任何东西，来自何方，去向何方，我都会仔细记下。那还要让洛神医去救治那个白氏吗？倘若他们真心来求人，姑倒是愿意让洛神医去一趟，毕竟是2条性命。不过，竟然要给姑的太子妃泼脏水，威胁姑。哼！江南之诧异地看向了荣思景，太子这是在为他撑腰吗？而白芷早就明白了自家主子的意思，立刻退出去，让人把广平侯府的下人给赶了出去。你不用担心，姑不会让他们伤到你。可是，太子这样护着臣妾，广平侯府的人会以为你并不是病入膏肓，恐怕会打草惊蛇，令九王爷那边有所提防。再说了，此事错不在臣妾，幕后人不管是跟臣妾有仇，还是要试探殿下您，臣妾以为躲避是没有用的。那太子妃打算如何做？这件事本就错不在我到时候会把账册拿上。最重要的是，我没有任何加害那白氏的理由，但是有人却有。他打算借刀杀人，我才不愿意引颈被屠。倘若一直避开，那岂不是彻底的随了他的意？所以说，这件事不该由殿下出面。殿下，你已经伤得十分严重了，就算是想要护着我，也是有心无力。这样就不会让九王爷生疑了。所以你是打算要带着洛神医去救那白氏？广平侯府的人咄咄逼人，气得殿下吐了血，伤势又加重了。洛神医只有先给殿下救治，然后晚一些时间才能陪我去广平侯府救人。所以如果白氏没有挺到那个时候，也怪不得我们。要怪就怪那个想要把脏水泼我身上的人。荣思景愣了一下，最后嘴角也跟着微微上扬，竟然有一种小太子妃也把他给归纳到了他自己人这边。这种想法莫名的让他感觉舒坦。殿下，您不会认为我这样很坏吧？的确有一些。哼，口是心非的臭男人，明明这个做法是做到你心坎里去了，你就不能夸夸我啊？接下来要按照江南之的设计开始做戏了。谁说他对那白锦和没有恶意啊？其实之前江南之是有过一次身孕的，可当时孩子流掉的原因却是因为白锦和把他推入了湖中。你不就是用了这一手才逼迫表哥娶了你吗？既然你这么喜欢落水，那么就多落几次吧。所以重生归来后的江南之可不单单只给江檀心设局啊，他要利用江檀心的嫉妒跟愚蠢，将白锦和也给拉入万劫不复之地。娘娘，待会儿老夫是不是要摆出一副臭脸啊？待会儿你对任何人都没有好脸色，包括本宫。娘娘，倘若那白氏还有气，要救活吗？要。不，我才不是什么菩萨心肠。如果让白锦和就这样简简单单的死了，谁来跟江檀心一起让广平侯府乌烟瘴气呢？谁来让沈彻郁结难安呢？看着窗外一闪而过的繁华房市景致，很快马车就抵达了广平侯府。广平侯府的门人见到江南之跟洛神医来了后，立刻跑着进去禀告了。不一会儿，第一个冲出来的人竟然是眼底泛着红的沈彻。芝芝，你为何要害锦和？江南之迅速地抽回自己的手，反手就甩了沈彻一个耳光。大胆！你要对本宫做什么？抱歉，太子妃娘娘，是微臣关心则乱了。不管如何，还请先让洛神医去救人吧。救人要紧，不过你对本宫的不敬之罪，稍后再与你论。说罢，
他下巴微抬，带着洛神医等人走了进去。这样好的芝芝，怎么就便宜了那个病秧子太子？太子妃，你终于舍得来了。老身还以为你要等景和疼死了才来。那你们可知为何洛神医现在才来？哼，不就是你不想救景和吗？害了景和又不想救他，可真是恶毒。老夫人，就算你有诰命在身，这样随意诬陷皇家之人，也是可以给你治罪的。白景和难产跟本宫无关，但却因为你们给本宫泼脏水，害得太子殿下吐了血。洛神医先救了太子，这才晚到这里的。沈老夫人急了，你竟然矢口否认？怎么，那些补品不是你赏赐给景和的？花昭立刻把手中的册子砸在了广平侯府众人跟前。这册子上的东西是本宫看在长姐的面子上赐给了白氏的，不管是东西怎么样，还是数量如何，本宫都问过神医，对孕妇并无伤害。你们敢说你们只给了白景和吃了这些东西？母亲，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白夫人直接喊来白锦和的贴身侍女，问道：这段时间景和吃的东西都是单子上的这些吗？这只是一部分，此外还有上次沈夫人从江氏库房那拿来的东西。哦，还有咱们白家自己送来的。怎么都哑巴了？自己贪嘴还怪到本宫头上了？你们这到底是想要陷害本宫，还是想要对太子殿下不敬？除了坐在椅子上的沈老夫人外，所有人都跪了下来。本宫就不该好心送白氏东西，更不该巴巴的带着洛神医来救人。太子妃娘娘，我们都是被哄骗的，是你那长姐江檀心，她说了东西都是你赐给的，肯定是你要为她出气，要害景和，我们才信了的呀。太子妃娘娘，刚才我们都是关心则乱了，还请你不要责怪。沈彻更是满眼深情地看着他。对于你们广平侯府人冲撞本宫、侮辱本宫之事，本宫都会记得，以后再跟你们算计。不过现在让江檀心过来，本宫要与他当面对质。本宫何曾说过要害那白景和？倘若要害他，为何又带了洛神医来救他？正当江檀心得意洋洋的时候，沈老太太身边的侍女从外边急忙进来。新夫人，老夫人让您去趟何夫人的院子里。让我去干什么？对了，白景和死了吗？何夫人暂时还没事，是太子妃娘娘把洛神医给带来了，老夫人跟世子喊您过去一趟。江南之，你是不是蠢啊？为什么要把洛神医带来救白景和那个贱人？虽然江檀心气得不行，但还是不得不来到了白景和的院子。他刚一进来，就看到了被簇拥在最中间的江南之。让他最生气的是，阿彻竟然亲自给那江南之倒茶，眼神中的柔情蜜意都好像是要溢出来了似的。你们在做什么？我们在做什么？心儿，你还质问我们？难道不是你故意诬陷太子妃娘娘的吗？我怎么诬陷她了？人家太子妃给锦和的东西都是记录在册的，根本数量不多。长姐，我知道你一直不甘心做这个平妻，可当初不是你自己选的吗？怎么如今你自己害了白氏，反过来还要推到我的身上？我没有。你若不是心虚，为何要推到我身上？我之前一直记着咱们两姐妹的情谊，你让我替嫁去东宫，我也照做了。可你都做了什么？你还哄骗了广平侯府跟白家的人，让他们差点冒犯了太子啊！江檀心踉跄着后退了2步，不知道事情为什么变成了这样。他张了张嘴，喉咙很干，但是却一句话都没有说出来。
刚才芝芝说，是江潭仙故意要跟他换亲的，所以江潭心也跟我一样重生了。就在这个时候，洛神医板着脸从里面走了出来。白氏的情况不大好啊，只有一个法子才能救他的性命。不管用什么法子都可以，麻烦洛神医快点救我的女儿啊！孩子太大，已经被憋死了，而且白氏也没力气了，继续耽搁下去，只能让他血流尽而亡。所以现在剖开取孩子，但是这样做，白氏以后都不能有孕了。白夫人一听，险些晕厥过去。沈老太太平时最疼爱白锦和了，她已经直接晕厥过去了。沈彻是真情实感的难受了一些，他抬起头，却看到了江潭心嘴角一闪而过的笑容，心往下一沉。莫非这一世他还故技重施，不会让我的任何其他女人有孕？心儿什么时候变得这样恶毒了？快点做决定，再晚了，大人可就救不了了。洛神医，求您救救我的女儿吧，不管用什么法子都行，没有孩子也无所谓，我只要她能够活下来。行吧。洛神医点点头，转身又进去了。1个时辰后，白锦和终于被救了回来。太子妃娘娘，这是最后一次，老夫再也不会给沈家人跟白家人看病了。哦，还有江家人。说完之后，他愤怒地转身就走了。江南之眉间都是愁绪跟自责，他带着花招等人起身往外走。江潭心，本宫以后没有你这个姐姐了。江南之，你什么意思？你竟然还要与我断亲吗？江氏直呼本宫姓名，该如何惩戒？长实，小惩大戒。话音刚落，花招就迈步来到了江潭心跟前。沈彻下意识的要阻拦。沈世子，这次你们广平侯府对本宫多次冒犯，尤其是沈老夫人，本宫念及你们是关心则乱，暂且不予追究，但下不为例。沈彻要去拦着花招的手就僵在了那儿。就在这个时候，花招已经扬手就给江潭心扇了一个响亮的耳光。你这个贱婢，竟然敢打我！你知道我是谁吗？你冲撞太子妃娘娘，打的就是你。花招立刻让人按住了江潭心，咣咣咣把剩下的耳光都扇完了。这件事让所有人都震惊不已，整个广平侯府院子里都静悄悄的。等到他们反应过来后，10个耳光都扇完了。太子妃娘娘已经摆驾回东宫了。江南之，你个贱人，你竟然敢让人打我，我绝不饶你！荣思景听到洛神医禀告后，眼底沁着玩味的神色。没想到小太子妃还是挺厉害的。主要是对方欺人太甚了，广平侯府倒也罢了，但今世太子妃让人打了她长姐，看样子那个江氏应该是回相府告状去了，会不会给太子妃娘娘带来什么麻烦呢？无事，太子妃早就说自己要大义灭亲了。今日她命人打了那江氏，就是给姑的投名状，而且她是姑的人，又怎么会让旁人欺负了去？芝芝竟然敢让人打你，莫非太子殿下并不如外界传闻的那般要被废了？这跟太子殿下有什么关系啊？明明是江南之仗着自己是太子妃身份，竟然不顾亲情了。他这哪里是打我呀？这分明是打咱们江家人的脸呀！去，让人送信去东宫，让他回来给你认错。都别吵，得先确定一下，他这样狂妄是不是有太子在背后撑腰。
倘若太子真的庇护他，就不会只让他一个人来了。另外，今天那洛神医虽然来了，但是全程都摆臭脸，对江南枝也十分不耐烦。倘若太子护着江南枝，那洛神医又怎会朝江南枝吼呢？我猜呀，太子殿下肯定也是不行了，但为了不让外界发觉，江南枝才故意这样外强中干，只敢欺负我，才有了今日这一出的。见江潭心分析的头头是道，江相若有所思。让人送消息去东宫，让那死丫头赶紧回府一趟。这万一她不来怎么办？之前不是说过要跟江南枝断亲吗？这正好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如果她乖乖回来给心儿道歉，我们就趁机教育教育她。倘若她拒绝了，那么就正好宣布江家再也没有这个女儿，正好也跟东宫划清了界限。那万一太子没有背废？如果太子没有背废，并且坐稳了皇位后，那就劳烦祖父祖母上门说一些软话。你们是长辈，都这样低声下气了，倘若江南枝不肯原谅端着的话，哼，他不孝的名声让他以后也无法坐上皇后之位。那就这样办，而且这样做才能够最大可能的保全我们江家。江家派人来请太子妃回江府一趟，江南枝想都没想就回绝了，把人打发走。主子，您就这样回绝了江家，会不会不太好呀？有什么不好？江家毕竟是您的母族，以后有什么事情还得他们帮衬着。主子，今天的事情大姑娘确实太过分了，但您也不能意气用事，因小失大呀。但前提是本宫若是有事，他们真会愿意帮忙。穆穗，你且看吧，用不了多久，江家就会与本宫断亲了。但事实证明，江南枝猜的没有错。没过2天，江家人就以太子妃江南枝不顾亲情殴打亲姐，害得亲姐险些小产为由，江家打算将江南枝从族谱上除掉。此事一出，全京城哗然。如今江家都同太子妃划清界限了，莫非太子真的要不行了？东宫内，娘娘，老夫以性命担保，那江氏肯定不能有孕。洛神医，本宫信你。江南枝脸上露出了一抹哀婉，他杏眸中氤氲着水珠，眼巴巴地看着他。殿下，您什么时候能给芝芝一个孩子？前2日母后听闻你被广平侯府的人欺负，江家人又与你断亲，今日宣你入宫，用簪花宴替你讨回公道。江南枝见他又岔开了话题，有一些遗憾。看来想要让太子殿下破戒这件事任重道远呢。是，臣妾这就进宫去见母后。江南枝回寝宫梳妆准备。娘娘，镇国公府来消息了，夫人听说江家跟您断亲了，很是担心你。这样，你亲自去跑一趟镇国公府，告诉阿娘我没事，然后把那天在广平侯府发生的事都告诉他。另外你再多问问他关于这段时间柳如烟的事。是。江南枝让穆穗给自己梳好妆后，就去了坤宁宫给左皇后请安。皇后娘娘，您这院子里的芍药花开得还不够盛啊，前些日子有人送了几株来，要不臣妇让人给送到皇宫里来吧。左皇后眼神都发冷了，她刚要开口，那边江南枝被簇拥着走了过来。芝芝过来，坐母后身边来。是。母后，方才听闻九王婶说什么她府上的芍药比皇宫中御花园的还要好看，是真的吗？太子妃如果喜欢，回头我命人送到东宫几盆。
不必了，有国色天香的牡丹了，还要芍药花做甚？太子妃年纪轻轻的，怎么说起话来夹枪带棒的，这么难听？有的人年纪大了，说话更难听呢。左皇后没忍住笑出了声。太子妃娘娘啊，你好歹也是晚辈，怎好这样说九王妃？而且大家都是女人，谁没有老了的那一天呢？原来是岑老夫人，你说的对，这人嘛都有老了的一天，女子岁数大了，人老珠黄在所难免，所以你们岑家才会给九王叔送了一个才及笄的嫡女做妾。我们岑家女是仰慕王爷，怎么到了太子妃口中就成了这般不堪了？别的不说，我们岑家贵女都是乖巧懂事的，可不像是那种咄咄逼人、残害手足，然后被断亲赶出家门的。哼，你们岑家女前一刻仰慕太子，下一刻就仰慕九王爷，可真是很擅长仰慕男人啊。这种在本宫看来可不是什么乖巧懂事儿，完全就是提线木偶而已。在本宫看来，芝芝才是这京城顶好的贵女，任何人都比不上。多谢母后体恤儿臣，其实江家要跟儿臣断亲是有缘由的，这一切跟广平侯府的家丑有关。太子妃娘娘，那日我们广平侯府也是被人误导了，您不是说不怪广平侯府了吗？哦，原来广平侯夫人在啊。那方才他们误解本宫的时候，你怎么一直都不出声啊？而江南枝却不想再给冯氏留面子了，简单的把当初发生的广平侯府事情一说，他目光落向众位命妇，周围命妇们更是低声交流着，指指点点。但这还没有完。母后，那一日我让人打了长姐，其实也是为了她好。这事不妥善解决，她估计都没有脸继续在侯府待了吧。可她非但不记着我的好，还回去跟家人告状了。也罢，他们一向更宠长姐，如今为了长姐，更是要把我从族谱上除掉，这也是不意外了。芝芝，不要难过，皇宫永远是你的家，我们永远是你的家人，那些不值得的家人不要也罢。冯氏，你那个儿媳妇江氏有孕的事情可是事实？的确是有这件事，已经让大夫把锅卖了，只不过月份还浅，才1个多月。那也就是说，不管如何，太子妃打得自己亲姐姐险些小产也是真的了。哼，如果真是这样，江家提出断亲，倒也不冤枉太子妃吧？这是人家江家的事情，九王妃怎么如此伤心？还是九王妃很在乎江家？皇后娘娘，我这也是为了你好啊，你也不想有一个心狠手辣的儿媳妇吧？你儿媳妇儿才心狠手辣。哦，本宫忘记了，你没有儿媳妇儿。母后，您可千万别生气，气得长了一条皱纹，可就不美了。您不像其他人都长了那么多皱纹了，肯定也就不在意了。太子妃休要转移话题，你残害手足可是板上钉钉的事情。本宫的确是让人打了江檀心10个耳光，而且打完之后，他除了脸肿得像猪头之外，一点事情都没有，甚至还有精气神转身就去江家告状了。广平侯府的人可都看在眼里，毕竟有那么多双眼睛呢，是不是，广平侯夫人？是后来江氏又回了，然后突然喊肚子疼，请了大夫来，才发现她有孕了的。
在场可都是命父主母，谁都知道10个耳光哪里算是残害了，得多金贵的孩子能够被10个耳光打掉。至于江家要跟太子妃断亲，谁不知道都是因为太子要被废了的事情而要放弃太子妃江南枝罢了。今日这场簪花宴终于落下了帷幕。